接下來我們特別關注到的是巴鐵的神裝備到手了。今天會關心到它來自於拿到了大陸的40架的殲35A1、空警510，還有漢果級的這個潛艇武裝它的海陸空。那麼當然了，現在印度方面可要緊張了，莫迪會不會睡不着覺呢？再來就是伊朗搶着當中國大陸的鐵桿兄弟，有辦法做到嗎？如果大家認為有辦法的話，可能強化這個伊鐵，所謂的中國大陸跟伊朗之間的關係的伊鐵，幫我們留言寫1。如果你認為不可能，幫我們留言寫下2。好，我們繼續的來互動哦。這一次的美伊戰爭暫時的停火、居中協調的關鍵人物，其實就是巴基斯坦這個國家了。現在大家也在重新檢視這個南亞的新興的軍事力量，尤其在印巴空戰那一場空戰當中，讓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認為它也可以當作是一個軍事的強權來看待了，并且我們看到它最近可以說在戰力上面出現了跳躍式的提升，就是因為它跟中國大陸採購了3樣的關鍵武器。這3樣是什麼呢？我們一起來檢視。第一個，中國大陸接下來會出售40架的殲35A1逆中戰機給巴基斯坦，能夠大幅提升巴國的空戰能力。注意了，這是中國大陸這個隱形逆中戰機首次的外銷，就是給巴基斯坦。第二件事情是接收了中國大陸的空警500預警機，監視半徑470公里，能夠在巴基斯坦的境內就監視到印度北部的核心的區域。再來就是說，殲35A 如果一旦搭配了空警500，可以讓巴基斯坦維持10到15年的一個空中上面的優勢。第三件事情是，巴基斯坦向中國購買了8艘漢果級的潛艇，並且在4月30號完成交付了第1架的潛艇，第1艘的潛艇大幅提升了巴基斯坦海軍上面的威懾實力。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有了這一些海空的戰力，印度還有能力來對抗嗎？委員怎麼看？我就接着我在前一個題目所提到的嘛，這就是不同的大哥展現不同的風範哦。就是像美國這種大哥呢，他就是要我们去買匕首跟扁鑽，用比较次等的武器帮他去守第一島鏈，拋頭顱灑熱血。那對中國大陸這個大哥來講呢，他希望結交巴鐵這個兄弟，他就乾脆移轉最先進的武器，就算要賣，也是賣最好的軍事裝備給他。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如果你是小弟，你要認誰當大哥嘞？那麼回過頭來看，這次中國大陸這個賣給這個巴基斯坦或者是移轉的技術到底多重要哦？就第一個，當然殲35A1我們都知道，如果巴基斯坦取得了殲35，它等於是在南亞取得了第一批的第5代的逆中戰機哦，就是印度的主力戰機是上次被打下來的陣風戰機，它還是所謂的半逆中戰機，它不是全逆中戰機，所以等於在空戰上，這個在戰機的這個數值上，巴基斯坦已經取得了優勢了。那你更不用講說它搭配了空警500，剛才這個思敏告訴大家說，它可以掌握到400。這個掌控半徑在470公里吧，對，那它就具備了什麼呢？它具備了引導戰機遠程攻擊的能力嘛。這個在上一次的印巴戰爭大家就看到了，讓這個巴基斯坦的戰鬥機可以讓這個所謂的梟龍或殲10可以射後不理。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你有空警500在上面，那你搭配了所謂的霹靂15的飛彈的話，霹靂15是2階段的這個燃料哦，所以它的射程可以加倍，所以霹靂15號稱可以射到300到400公里，所以因此對方的戰機都還沒看到你的時候，它就已經被你的飛彈打下來了哦。那更重要的一點是，它移轉了這個我們叫做漢果爾級 Hangul 的這個 class 的這個潛艦，它不是只賣它。他賣了他4艘，他另外4艘讓他這個巴基斯坦自己建造，他等於是把技術做了移轉哦。這個漢果爾級的潛艦雖然是柴電潛艦，可是它具有所謂的絕氣推進系統。所謂絕氣推進系統，就是說我這艘潛艦可以在水裡待2個星期，不用浮到水面上來充電哦。那麼因此被這個偵測到的可能性就更低了。那中國大陸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坦白講，我覺得這是中國大陸戰略上的一個很大的調整。他看到了這一次荷姆茲海峽的狀況，他清楚地理解到，這個在地球上，由於地緣關係的這些重要水道哦，這個航道哦，對於一個國家的生存的重要性了。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它長期念茲在茲的就是這個馬六甲海峽被對手掌控。可是各位如果看一下這個世界地圖哦，中國大陸打造了中巴經濟走廊，現在在打造中巴鐵路，接到了瓜達爾港。
光靠中巴經濟走廊跟這個中巴鐵路，中國大陸就可以避掉了馬六甲海峽哦。所以呢，我認為中國大陸這次全面的武裝巴基斯坦，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讓巴基斯坦成為它真正的戰略夥伴，然後把中巴經濟走廊跟這個中巴鐵路變成，一旦馬六甲海峽被封鎖的時候呢，不至於讓中國大陸其他的貨運全部被攔截下來。好，我們看到大陸再次的武裝這個巴基斯坦，也讓巴基斯坦成為現在南亞非常重要的、大家會特別關注到的一個區域軍事強權。那其實巴基斯坦除了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幫助，現在說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國家，就是沙烏地阿拉伯。雙方已經正式簽署了這個戰略共同防禦協定，一方遇襲就要來做共同的防禦。另外呢，巴基斯坦大手筆買武器，根據了解，這個錢所有的資金就是來自於沙烏地阿拉伯。那現在看在眼裡，這個八國變強了，最擔心的就是巴基斯坦的死對頭，也就是印度了。印度當然想辦法增強自己的實力啊。那最新消息，它是跟俄羅斯互相簽署了相互後勤支援協議，接下來雙方會可以共同享有的就是軍事基地、港口、機場關鍵設施，還可以互相派駐5艘的艦艇，最多准許臨時部署3000名兵力在對方的這個境內。印度執政黨說，這個協議可以讓敵人徹夜難眠，會不會成為巴基斯坦、印度接下來是成為下一個火藥庫嗎？那苑老師又怎麼看？我先要強調哈，巴基斯坦的叫鐵桿，就是說我們北方話講的換鐵弟兄啊，就是說當成這個軍事上聯盟弟兄。但這次3種機器殲35啊，這個殲35A 嘛，就是一就是出口的意思，然後這個空中預警機。還有這個地底下的潛艇，這個都是最先進的裝備。那個巴基斯坦能夠擁有這些武器的話，其實純粹是要大陸要面對中東的機會，所以說不得不佩服啊。就是巴基斯坦跟這個沙特簽的這個協防條約裡面的話呢，大家知道嗎？這3批武器合起來的話呢，將近130億美元呢。巴基斯坦自己的外匯存底才120億啊，哎，他就是基本上就是抽個 commission， 沙特跟這個什麼蓋達付錢啊，他哪有這個錢呢？那沙特現在的話就沒有理由跟中國買武器，你買這麼先進的武器，那美國講那你要幹嘛啊？那個這邊，所以巴基斯坦剛好扮演這個白手套。這3件，這個大家要了解，巴基斯坦樂着去把整個中國的裝備，不是只有這個很先进的，連那個中械師裡面都帶去13000多人，都放在沙特裡頭，要幹什麼呢？就擺在那邊，讓你就不敢亂動嘛。也是壓住大陸跟伊朗的關係的話，跟巴基斯坦還是不一樣的。但是印度這邊情況下，我覺得印度跟俄羅斯簽這個約。我老早就講過啊，這個去年的5月7號到現在，印度起碼掉20年了，根本起不來了。打仗是要靠人的啦。那印度本身來講的話呢，閱個兵什麼的都搞一大堆摩托車轉來轉去的，那個像風車一樣，那管啥用呢？你現在感覺到很緊張啊。現在的話呢，巴基斯坦是根本沒有心情管印度在幹嘛，理都不理啦。現在巴基斯坦也要借這個機會，因為巴基斯坦原來就是窮。弱被印度欺負，那現在不窮了，也不弱了。不窮是因為有國支持，不弱是因為有中國的武器。但巴基斯坦現在怎麼會看上印度呢？對不對？所以說這個情況看得非常明白啊。對，所以看在眼裡，這個巴基斯坦的崛起，讓這個現在正在打美伊戰爭的伊朗開始重新思考說，過去呢他們在各個國家之間都保持一個中立的態度是不太對，是不是更加的應該要靠攏中國大陸或俄羅斯，以免再次的確保這種安全的保障？所以最新提出是否將國家的一部分抵押給中國，達到如今巴基斯坦現在可以有的地位。那確實，中伊過去在合作上面，主要我們看到，除了我們談了很多的軍民兩用的這些物資之外，還有就是石油。那這場衝突之後，會不會伊朗重新考慮它的這個國際關係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幹哥怎麼看？對，伊朗其實我跟你講哈，就是伊斯蘭教，他們不會說，哎，我跟你結盟，或我把你當大哥，那是南韓才會幹的事情。對不對？所以伊朗你看他怎麼可能說啊？我們向俄羅斯靠攏，或向中國靠攏，就是他們的民族性不是這樣。可是革命衛隊最近的內部會議就說，我跟你講，我們在跟美國的抗爭之中，就是沒有這樣子的盟邦來幫我們啦，我們才會輸啦。所以說我們是不是策略要調整一下？我跟你講，伊朗其實他在1987年，就40年前哦，曾經有一個機會可以這樣，可是後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荷梅尼阻止，你知道嗎？因為那個時候美元斷了嘛，對不對？1979年的那個推翻王室的革命之後，其實老實講一句，巴勒維國王流亡，然後美式裝備就斷了，伊朗的軍備就一塌糊塗了嘛。所以到1987年的時候，你知道中國第一次給他們什麼東西？叫做什麼？叫做
殘式飛彈。什麼叫殘式飛彈？就是那個伊朗他們自己的講法，其實就是鷹擊飛彈的前身就对了啊，那是最早的，是仿制俄羅斯的明核飛彈，就世界上第一種反艦飛彈就對了啦。結果這個飛彈你知道多厲害？打到了後來差不多幾年之後，打到了波斯灣的那個美國郵輪上面，打一個大洞，哇，鼓掌，真的。